看懂王一博有匪谢允的悲情内核，侠骨柔情的巅峰塑造，观众满意度飙升73%，那个能让你笑着笑着就哭了的江湖浪子，到底藏着怎样的底色？时间来到2026年，当我们再次回望古装武侠剧的长河时，王一博在有匪中塑造的谢允，依然当得起一句惊艳了时光。如果只看表面，这是个嘴贫话多、轻功绝世的落魄王爷，可一旦你愿意拨开那层诙谐幽默的外壳，深入去探究，就会发现他把一个身负透骨青之毒，随时可能倒下的悲情角色，演出了令人心碎的层次感。今天，咱们不妨放慢节奏，细细拆解这个角色的魅力所在。说实话，每次重温这部剧，我都忍不住感慨，真正的好演员，就是能用最轻松的外表包裹最沉重的灵魂，让你在不经意间彻底破防，身形如风，一颦一笑尽是江湖。第一次见谢允踏风而来的人，大概都深深记住了那个画面，清瘦挺拔的身形在威亚上舒展自如，衣袂翻飞间带着少年侠客独有的灵动和飘逸。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中，我们看过太多依赖慢动作、重度特效，甚至全程替身的武侠场面，但谢允的轻功戏却是一股清流。这不是靠后期剪辑能硬堆出来的效果，王一博本身优越的身段条件，以及多年舞蹈训练带来的极强身体控制力，让有匪中谢允的每一场轻功戏都显得赏心悦目，行云流水。他那股子潇洒劲儿绝不是刻意摆拍出来的，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你看他歪头挑眉逗周匪时的嬉皮笑脸，耍赖撒娇时眼角藏着的那一抹小得意，都精准地接住了角色表面不正经的人设。他走路的姿态、拿刀的姿势，甚至是在屋顶上喝酒时微微晃动的脚尖，都在无声地告诉观众，这就是一个没心没肺、自由自在的江湖混混。直到下一秒，他的眼神突然沉静下来，你才会猛然惊醒，你被骗了。这副轻松自在的皮囊下，藏着深不见底的暗涌。每次看到谢允在屋檐上轻盈跃下的镜头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赞叹。在这个快餐化的影视时代，愿意花时间去打磨肢体语言，用身体去贴合角色灵魂的演员太少了。王一博没有把轻功演成单纯的飞来飞去，而是演出了谢允那种渴望自由却被命运束缚的矛盾感。他的轻盈恰恰反衬了他命运的沉重，这种高级的视觉表达真的让人拍案叫叫，觉嬉皮笑脸背后藏着一处极碎的温柔，这才是王一博在有匪里最让人破防也最见功力的地方。谢允的核心设定是用乐观掩盖苦难，而王一博把这种极致的反差演出了直击人心的感染力。和周匪在一起时，他永远在笑，在闹，在不正经，像一道温暖的光，死死地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。他讲段子，抖机灵，仿佛天塌下来他都能当被子盖。可一旦独处，或是透骨青毒发，额头沁出冷汗的那一刻，他眼底的落寞和疲惫就会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。那种眼神的转变，绝不是那种为了炫技而刻意为之的演技大赏，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收放自如。前一秒他还在贫嘴哄人，后一秒垂下眼眸时，所有的伤痛、无奈和对生命的眷恋，都化成了一声轻轻的、几乎听不见的叹息。尤其是他强忍透骨青折磨，却还要默默守护周匪，为他扫平前路的那些戏份，那种隐忍感太有共情力了。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喊疼，也没有自怨自艾的卖惨。真正的悲情，从来不是嚎啕大哭，而是他笑着替你扛下所有时，你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个人到底让人有多心疼。他把破碎感藏在了每一次强撑的微笑里，藏在了每一次背过身躯的咳嗽中。说实话，每次看到谢允毒发却还要强颜欢笑的片段，我的眼眶都会忍不住发热。生活中，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他们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，把痛苦留给自己消化。王一博精准地抓住了这种人性的共通点。他不靠苦情戏来博取同情，而是像剥洋葱一样，让观众自己去一层层发现他藏起来的脆弱。当你看懂了他每次嬉笑背后的忍耐，看懂了他对周匪的每一次退让和成全，这个角色的魅力才算真正向你敞开。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悲剧美学，才是最高级的江湖羁绊，把偏爱演进了骨子里。当然，分析谢允这个角色，绝对不能忽视他与赵丽颖饰演周匪之间那种自然松弛、火花四溅的对手戏。谢允对周匪的偏爱是收敛而非张扬的，是那种为了你，我可以收起所有锋芒的笃定。王一博在处理这种情感线时，显得非常聪明且高级。他没有依赖夸张的面部表情或琼瑶式煽情的台词来证明爱意，而是将那份专属的宠溺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日常的互动细节里。比如，在周匪遇到危险或被人质疑时，他总是不经意地侧身一步，稳稳地挡在他前面，
在两人互相调侃时，他眼角藏不住的笑意和那份纵容，比任何海誓山盟都要动人。两人之间的江湖羁绊感之所以那么深刻，正是因为这份细水长流的陪伴里，有着最真实的温度。这里不得不提那场经典的风车告白戏。在那场戏里，谢允的温柔不是热烈的、席卷的，而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惊扰了心上人的。他看着周斐的眼神，里面有欣赏，有疼惜，还有一种只要你安好，我便无憾的释然。他没有强行索取，而是给予了对方最大的尊重和空间。这样的深情，试问谁能扛得住？每次重温风车下的那场告白，我都会被那种克制的浪漫深深打动。在当下的很多影视剧中，我们看惯了那种霸道总裁式的强加于人，或者为了推进剧情而强行制造的工业糖精。但谢允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。他知道周斐的倔强，所以他选择用陪伴和引导来代替说教。王一博把这种偏爱演得毫不油腻，反而充满了一种历经沧桑后的纯粹。这种细腻的情感处理，真的需要演员具备极高的共情能力和生活阅历，让人忍不住为他点赞悲情内核的精准剖白，不完美才最动人。说到底，王一博在有匪中拿出的，绝不仅仅是外形上与角色的高度契合，更是对谢允悲情内核的一次精准剖白。他没有把谢允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、完美无缺的传统武侠英雄，而是把他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、会痛会怕、值得被理解、被心疼的人。谢允的悲剧色彩来源于他清醒的宿命感。他知道自己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，所以他一开始选择推开周斐，不想成为他的负担。但他又无法克制自己对他的感情，于是他在推开与靠近之间反复拉扯。这种内心的挣扎被王一博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会在深夜里独自看着自己的手发呆，会在听到周斐名字时眼神瞬间柔软，又会在毒发时咬紧牙关不发出一点声音。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一个在命运泥沼中依然努力绽放的凡人。这种塑造力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很多人对年轻演员，尤其是流量演员的刻板印象。过去，人们总认为年轻演员只能演面瘫霸总或傻白甜，无法驾驭复杂深沉的角色。但王一博用谢允证明了，只要用心去揣摩，用身体去感知，年轻演员同样可以赋予角色厚重的灵魂。他把谢允的侠骨与柔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侠骨是他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，柔情是他对周斐独一无二的守护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都对王一博的职业态度肃然起敬。在可以选择更轻松、更讨喜的角色时，他偏偏挑了谢允这个美强惨的硬骨头。他不怕展现角色的脆弱，不怕打破自己的完美形象，这种对表演的敬畏心是难能可贵的。谢允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在观众心中留下如此深的烙印，满意度能飙升 73%， 正是因为王一博赋予了角色真实的人味儿。他不完美，但他足够真诚，这就足以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。时光流转，谢允的江湖永不落幕。从2020年有匪播出至今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。但每当江湖风起，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那些用微笑掩饰疲惫的人，谢允的身影总会不经意地浮现在脑海中。王一博用他的理解和演绎，为华语武侠剧的画廊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个踏风而来的少年，那个在风车下温柔告白的男子，那个强忍剧痛只为护你周全的侠客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角色，而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关于侠骨柔情的具象化符号。他让我们相信，即使身处黑暗，依然有人愿意燃烧自己，为你点亮一盏灯。写完这篇长文，我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。好的作品和好的角色就是这样，他们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。谢允的悲情内核，不仅仅是剧情的设定，更是对人性中坚韧与温柔的最高赞美。感谢王一博，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立体、丰满、令人心碎的谢允。那么，屏幕前的你，印象最深的谢允名场面是哪一场？是他的初次登场，是风车下的告白，还是最后那场让人泪目的重逢？他的哪句台词又曾在某个深夜狠狠戳中过你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你的故事和感受，也别忘了点赞和关注。未来我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这样走心、深度的影视角色拆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